奶妈为国宝怒斥游客，却惨遭投诉，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要知道，嘉欣作为下班困难户，平日里最喜欢挂在东南之上不回家，即便是天气炎热也不肯下树。饲养员们担心嘉欣热得中暑，直接搬来梯子亲自上树接对方回家，甚至还特意拿来蜂蜜引诱孩子。正当嘉欣准备下树回家时，一旁观看的游客们却在大声喧哗。宝贝听到尖叫声后吓得爬了回去。大熊猫的熊皮大衣十分厚实，气温过高对滚滚们来说有生命危险。轻则食欲不振，重则中暑甚至昏迷。正因如此，奶妈才会这么急切。看到嘉欣被周围嘈杂声吓退的样子后，奶妈再也忍不住好脾气，为保护小家伙，只能大声斥责游客。身后的奶爸也一直在比划示意他们安静。最后，饲养员们费了好大的劲，才将热得大口喘粗气的嘉欣带回家。可奶妈却因态度不好被某些游客投诉。好在基地明辨是非，第一时间做出说明，还奶妈一个清白。发姑奶爸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，他担心雅颂中暑不舒服，于是便亲自上树抱孩子回家。只可惜发姑奶爸的一片好心，却是游客眼中强迫大熊猫。尽管他一再解释，也是无济于事。不想下来，你为什么要逼他下来？你不要吼！而谭爷爷被投诉的理由更为奇葩，某些黑粉竟然说出饲养员偷花花笋的谣言，甚至还一本正经说老谭带回家炒肉。就连谭爷爷给花花上体育课，明明是想要训练宝贝孙女的后肢力量，却被不良游客误解为熊猫表演。谭爷爷被投诉后，体育课被取缔，可受伤害的花花宝贝再也不能和爷爷亲密接触了。同样的事情，北洞也经历过不少。一群专家看过几篇网上的帖子，就质疑起饲养员的养熊猫方式。两位奶爸对游客耐心解释，换来的却是投诉。来了，好好看，别说我的1、2、3、我是不是我们上新什么的，你上说了。就连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萌兰，也逃不过不良游客的恶意。宝贝只是偶尔涂损，就被游客理解成饲养员克扣竹笋。即便奶爸拿竹笋向游客们挨个展示，黑粉还是要一而再再而三投诉，导致萌儿的主管饲养员季奶爸被北洞无奈之下派去照顾其他大熊猫。萌兰再也不能像以前那般和最爱的季奶爸隔窗对望了。可他们对熊猫的好却是有目共睹，不然滚滚也不会依赖饲养员。只能说游客不能拿自己的无知当成真理。看到熊猫月月被不良游客恶意伤害后，奶妈强忍着泪水打抱不平，才发现母女俩的感情有多好。在屋头不要出去了，出去他们要拿东西打你，你又不能骂他们，我也不能骂他们。这天月月在外场乖乖趴在一旁睡觉，哪曾想这一行为引起不良游客的不满，只是因为看不到熊猫整活营业。他们拿起一块石头毫不留情砸向国宝，被砸猛的月月满脸委屈。一向懂事的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。刘奶妈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收猫，可心思敏感的月月回到内舍后还在委屈，独自一熊缩在小角落抱头哭泣。奶妈看到闺女的样子心疼万分，安慰月月的语气中都带着哭腔。那些人打你你就躲回来，好不好？万一我还没看到呢？万一我回去做事情呢？自己用心呵护的孩子被人欺负，奶妈怎么能不难过呢？可她能做的也只是一遍又一遍的唠叨，教宝贝如何躲避坏人的恶意攻击。要知道月月被刘奶妈带大，宝贝还是个糯米团子般大小的时候，就待在小推车里环游世界。小家伙老老实实坐在车里，等到了门口，奶妈一声吆喝就乖乖下车，走到门口也不忘回头看一眼，像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奶妈说再见。然而月月在奶妈的细心呵护下，已经长大的她还像小孩子般任性调皮，宝贝一言不合就趴在门口卖惨。月月这副可怜巴巴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饲养员克扣竹笋呢。只可惜奶妈早就识破闺女的计谋。你在这咋子呢，月月？啊，眼睛睁得多大？你这些东西学得好得很，教也没得用。吃不到美味笋笋的月月一屁股走熊，奶妈明知道这是对方的圈套，可她还是没忍住把宝贝闺女喊回来加餐。月月，听话，听话，去吃竹子，听话哈。在这份的爱意下，月月逐渐恃宠而骄，即便嘴里吃着窝窝头，也非要找奶妈加餐，还一个劲点头示意对方。听到奶妈不给小苹果，又开始整活。没得苹果今天，哪时候又经常吃苹果？哦哟，你还歪，你还凶我说。奶妈都被闺女满嘴喷碎渣的样子气笑了，而月月也是懂得在奶妈雷点上蹦迪的。这小扭一言不合就捣蛋，不是往地上一躺打滚耍赖，就是化身粘人精在奶妈身边晃悠。只可惜母女俩的幸福时光很快结束，月月还是独自一熊去往潘达星，只愿宝贝在天堂能够快乐长大，受不到欺负。花叶姐妹的感情究竟有多好？女明星非要抱着叶子妹妹才能进入梦乡，谁能想到睡觉也要贴贴的两个小家伙，马上就要4岁了。对于花花和叶子来说，在彼此身边就有着最大的安全感。荷叶最喜欢向姐姐撒娇，宝贝一言不合就躺地上打滚耍赖，这状态像极了要糖吃的小孩子。而花花也永远会满脸宠溺看向妹妹。花叶互相倚靠早就成为习惯，每当叶子往地上一坐，
花花就凑上去充当妹妹的小靠枕，难怪把对方高兴得满脸笑容。要知道荷叶经常和姐姐打闹，可她在关键时刻却是最靠谱的妹妹。这天梁小芝正在木架上切磋武艺，只可惜花花被大脑瓜连累，因为重心不稳，一不小心重重摔在地上。然后刚开始还想咬姐姐的叶子，第一时间察觉到不对，宝贝还躺着脑袋趴木架上找花花，像是在说姐姐你摔得疼吗？当荷叶从花花身边路过时，没察觉到姐姐要找自己贴贴，花宝鸡无奈之下滚了下去，都把还在神游的小叶子吓懵了。妹妹赶忙去小水沟安慰姐姐。众所周知，荷叶对花姐的伤害几乎为零，因为这小妞每次都是给对方挠痒痒。宝贝上一秒还扒拉着姐姐，下一秒又害羞地趴在花宝鸡身上。不得不说，叶子表达爱意的方式真的很特殊，而花花一点不在乎妹妹捣蛋。即便小叶子雨天发疯在外场四处乱窜，甚至还要一口气扑到自己，被弄得满身泥巴的姐姐也不生气，反而会满脸宠溺地看向调皮的妹妹。别看花宝鸡对两脚兽高冷，可她在荷叶面前就是个粘熊精，总喜欢化身腿部挂件拖着妹妹，无论对方怎么挣扎也甩不掉，气得荷叶回手一拍木架生闷气。最近天气炎热，气温升高，拥有一身熊皮大衣的滚滚们本就怕热，花花还非要趴荷叶身上，总喜欢像个狗皮膏药般缠着对方。此时的荷叶满脸无奈，内心 OS 谁能把这个大头弄走。当荷叶抱着竹子美美干饭时，花花也非要凑热闹。本以为这小妞看上妹妹手里的食物，却没想到她靠在对方怀里蹭着。知道的是女明星大型撒娇现场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花花奶瘾犯了呢。虽然身为姐姐的花花不太稳重，可她在必要的时候却能承担起责任。这天荷叶被不良游客欺负，委屈万分的小家伙立马去找姐姐。花花一把将妹妹搂在怀里安慰，真希望花花荷叶能一直陪伴彼此，毕竟姐妹俩双向奔赴的感情真的很珍贵。继七仔咬阿宝后，又开始咬熊耳朵了。地主家傻儿子的800个心眼溢出屏幕。这天原本吃着胡萝卜的七仔听到邻居过来，嗖一下的凑了过去，然后瞪大了双眼。这小子边用熊掌刨地边威胁着乐乐：“你是忘记阿宝那老头被我咬成什么样了吗？”乐乐还来不及反应，就一口被七仔咬住了耳朵，清晰可见掉下来一大撮毛。本以为七仔会因一时冲动对乐乐抱有歉意，却没想到黄毛小子揉起来自己的耳朵，内心 OS： 乐乐你快像我这样揉耳朵。真不知道俩熊闹了什么矛盾，能让800个心眼子的七仔一言不合就动手。要知道这小子当年痛击老丈人也是如此。只见伪装成贤婿的七仔正和阿宝商议婚事，不知是彩礼少了还是没买车房，俩熊当场发生激烈的争吵，气得七仔隔着铁丝网咬住对方。结果就是阿宝成了唯一一个扳手的熊猫，他俩还被网友调侃成一个最好认的熊猫创造了另一个最好认的熊猫。七仔非但没有认错，甚至模仿起了老丈人狰狞痛苦的表情，果然染黄毛的路子都很野。经过女婿大事宣扬后，阿宝的糗事满天飞，这让他在熊猫圈抬不起头，以至于到现在都没答应七仔和梦梦的婚事。别看七仔一脸的憨憨样，这小子实际上却有800个心眼子，警惕性极强的他总以为有人害他，一天到晚都竖起耳朵偷听，小眼睛滴溜溜一转，像极了讲八卦的两脚兽。这小子出了外场也消停不了一点，竟然躲在树后观察敌情，有障碍物也挡不住七仔的凌厉的小眼神。当饲养员投喂七仔的时候，这小子还误以为是游客乱投喂，没等对方反应过来，他就送了个大大的白眼，用眼神和气场震慑住不懂事的游客。让我看看是谁就是你小子吧。别家熊猫出门是嬉戏打闹，七仔却歪着头一副干坏事的样子，感觉路过的狗都得被这小子白一眼。网友们都搞不明白黄毛在疑神疑鬼什么了。这天乐乐趴在小窗口想和七仔唠嗑，虽然他内心火热想交朋友，却因为好面子而伪装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。这小子经常坐在窗边死活不肯扭头，结果对方离开后，七仔又灰溜溜凑过去，心想我就装高冷兄弟你咋走了。只能说七仔绝对是熊猫圈心眼最多的，难怪阿宝和乐乐和他吵架都得负伤。看到小奇迹大口吃着奶爸准备的汤圆，才发现他基地团宠的身份藏不住了。正月15这天，小奇迹也吃上汤圆了，还是王奶爸休假回来后亲手为宝贝做的。起初仔仔一出门被新鲜美味的竹笋吸引，尝试了好久才拿起大元宵闻了闻，终究抵不过美味的他，还是嗷呜一口吃掉。其实小奇迹如此警惕也是在所难免，毕竟这可是宝贝熊生中吃的第一次汤圆，可见王奶爸真的是有心了。奶爸休假那段时间，小奇迹整天心情不美丽，直到奶爸归来后，仔仔才活泼开朗。当对方给宝贝送竹子时，小家伙看向奶爸的眼神里都冒着光，而奶爸为了方便小奇迹取食，还特意将窝窝头和果果放在木架上，即便在雪地里工作手被冻得通红。奶爸一想到仔仔，嘴角也情不自禁的微笑。仅仅是3天未见，就让他们如此思念，足以可见奶爸是真心实意疼爱着小奇迹。为了宝贝能尽早出外场玩耍撒欢，他每天都会提前安排好一切，不仅拿上零食，还将院子整理得整整齐齐，就连青团也是全程用手去抓，丝毫没有嫌弃。王奶爸照顾仔仔像对待孩子般细致入微，每次来到外场摆放大竹笋，转头看到小奇迹翘首以盼的星星眼后，就忍不住递给宝贝一根解解馋。不止王奶爸偏爱小奇迹，整个基地的奶爸奶妈都对他宠爱有加。
就在昨天，3位工作人员齐上阵照顾小奇迹，成堆的美食让宝贝压根移不开眼。还有饲养员用大篮筐装了满满当当的竹笋，本以为王奶爸用桶装笋已经够震撼了，结果这操作再一次刷新网友们对国宝的认知。知道的是饲养员宠熊猫，不明白的还以为是小奇迹要打包行李新家出走了呢。其他几位奶爸也忙得不亦乐乎，有满院子找青团的，有抱着水桶来清洗地面的，临走还不忘摆上美味可口的胡萝卜和窝窝头。这小子出外场后埋头就是一顿炫，内心 OS 还是当团宠的日子舒坦啊。奶妈更是小奇迹的头号铁粉，她经常盯着宝贝直勾勾看个不停，还陪小家伙玩闹看对方新学会的芭蕾舞。就连隔壁生意的奶妈也很喜欢照顾小奇迹，隔3差5就扛着一大捆竹子投喂。知道这小子受人稀罕，但属实没想到仔仔居然受欢迎到这个程度。小奇迹可是千人宠万人爱的小熊，在爱意下长大的他怎么能不幸福呢？看到宋爷爷含泪表示无法陪福宝回家，才明白他有多爱宝贝孙女。강프로님이 더 지금은 적임자시고 마지막까지 잘 챙겨주실 분이니까요. 또 중국어도 할 줄 아니까. 近日宋爷爷在采访中透露福宝返程问题，说到江爷爷会陪小家伙一起回国。要知道江爷爷专业性和经验都很强，当年也是他来中国选走了爱宝和乐宝，如今又带着他们的女儿回到故乡，也算是形成了闭环。而宋爷爷又何尝不想多陪福宝几天，但他能做的也只有像往常那般陪孙女说悄悄话，用自己的方式和福宝告别。懂事的猪猪像是听懂爷爷的话语，不停摆动着手臂示意对方不要担心自己。浪漫又敏感的宋爷爷总是对福宝抱有遗憾，以至于在采访中也忍不住自责，当年没接住从树上掉下来的福宝。 받았다는 죄책감이 컸던 것 같아요. 그래서 가끔 꿈에도 나타나요. 그래서 그 꿈에서 그래서 항상 못 받으면서 꿈에서 깨거든요. 无数次在梦中张开的双手，成了宋爷爷对福宝的深深执念。可他却忘记了自己被福猪猪咬肩膀后，也满脸宠溺望向小家伙的笑脸，亲自接孙女下课背对方回家的自豪背影，还有为宝贝制作吊床式佝偻的身影，这些何尝不是在体现宋爷爷对宝贝孙女的浓浓爱意？自从他亲眼见证福宝从树上掉下来后，便经常待在门口默默观察着，生怕小公主有半点闪失。要知道江爷爷是宝家族的总饲养员，职位上还是比老宋稍大一些。福宝为期1个月的隔离检疫期也是由他照顾，所以宋爷爷也无法在最后的日子里陪福宝度过爷孙相处的时光，只好听着老姜的描述，想象着福宝在内舍的生活。而这当然也是他对待孙女深深的遗憾。自打福宝降临到这个世界后，明明是饲养员的宋爷爷，却化身魔法师为孙女做了数不清的玩具，一点一滴都是他对宝贝的浓浓爱意。福宝最喜欢的礼物可是他亲手制作的。 지금 야외 방사장에 있는 것들이 해먹이랑 감성 벤치 만들어준 거 이용을 잘 해주고. 그럼요. 가서 편안하게 앉아서 대나무도 오랜 시간 먹고요. 真希望吊床和长椅也能跟着小家伙回国，有着爷爷味道的礼物，成为他日后生活中的独家回忆。正因为爱，才会让宋爷爷一直留有遗憾。真不敢相信福宝登基的那刻，他该有多难过。